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望远镜不是这么调的，望远镜的原理啊是通过折射。成功了！好了好了，把方案交了，我们就能回国了。
其实也没什么，这次多亏了李岩峰的帮忙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马上就出发了啊！我这不刚回来吗？谁呀？我马上啊！哎，行，妈，我知道，换个衣服就过去啊，不然你又该说我。这房间看起来有点简陋。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别开玩笑了，你逃什么婚呢？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这次你得罩着我。我罩着你什么呀？又不是我投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不是，那以前在兰安西的时候，那可都是我罩着你。现在在中国，那肯定是你管我呀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我想问，你为什么逃？我爸逼着我结婚，问都没问我，直接给我找了一老婆。就因为他看上人家家族的生意了，这是什么啊？赤裸裸的金钱联姻。哼，我觉得啊，你爸可能是为你好。就你这一天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真得找个老婆好管管。我说脸凤年是不是我哥们儿啊？啊，那照你的意思，随便是个女的就行，我说娶就娶了。那我什么呀？收容所啊？哎，现在这么看啊，我爸还不如你爸。这个时候江车应该是在庆功了吧？
金六哥，你是打鸡血了？回来都不歇一下就直接开干？太想吃名菜了。看，妈妈今天给你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给你好好的补一补。好嘞。哎呀，你下手，快点摆筷子。好。听说你这回在云来干得不错啊，解决了很关键的技术难题。你知道这次云来的项目对江车、对你爸有多重要吗？当然。
我会优先考虑。云来这个项目，如果没有我的技术，这订单根本就拿不下来。了不起啊！可以拿出江车的技术软肋。你错了，江车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走过？不会被一个小小的转向加技术难。江车对于外媒的报道还没有什么反应。久而久之呢，那人呢就像穿上了一件盔甲，动不动就磕磕碰碰的。但是，一旦他们分开了呢，就总会惦记着对方的好。您对中国人的感情模式真是洞察深刻。这不难的，你多看书、多观察、多交些朋友，知己知彼。那您判断这一波对江车的信任危机，他们能度过吗？以李建业的气度和谭金洲的本事，不好说。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
接下来只能走所谓的下策，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合资。下策。为了谈成合资，我可以放弃非竞争性条款。这次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江车的人竟如此坚韧。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对手。确实，谈合资这2年多，江车的确进步神速。就算合资条件谈得差了一些，但我们总算可以凭借江车在中国乃至国际市场分一杯羹。哎，我吃的呢？吃什么吃？就知道吃，收拾东西走人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我跟你说收拾东西走人，听不懂吗？不是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大老远跑过来找你，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现在就轰我走啊？我说咱俩一起走。哎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啊？你刚刚不回家吃饭去了吗？怎么跟吃枪药了似的？是啊，我就是吃枪药了。我这饭还没吃，饿死！吃什么吃？你就知道吃。我问你，云来那个项目，你整项价值多少钱？我饿，不知道。你除了饿，你还知道什么你？饿。快说。云来那项目是吧？我记得我之前看过那个环球报道，这云来的订单有好几亿呢，这转向价是核心部件，怎么着也得500万以上啊。500万是吧？我问你，我帮江车集团拿下这个项目，他董事长应该怎么对我？我要是江车集团董事长，你起码得奖励你至少500万以上啊。500万，你看，500万全在这儿了。这啥意思啊？他恭喜我发大财呀！哎呦，那我爸看来还是没你爸狠。我爸最起码不会这样对我。他就卖了，拿到钱，出国创业去。卖了，卖了，卖谁呀？谁出价高我卖谁呀？那卖那门子耳的小野行吗？哎呦，大哥，别闹了。行，只要他出价高，我就卖给他。李岩峰，我说你还玩真的呀？你之前不还要进江车呢吗？大哥，我热脸都贴上去了，你看看我现在特别热。那这二姑娘怎么办啊？你这不就为人家回来的吗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还没吃饭呢。林真一，真一，开门。林真一，你跟他是邻居啊？开门。哟，哎，林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。啊，回避，你们聊啊。真一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咱们谈谈。年大记者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
睁开我的眼睛，梦想的一切正悄悄